我现在就在传说中的秋名山、臭名山上面开着一辆 Toyota 的 Hatchback。那就是秋名山是头文字 D 作者的一个化名，实际上没有这座山。这座山实际上的就是以真名山榛果那个真来作为这个漫画的原型。那这个所谓的秋名山呢，它跟附近的赤城、庙义几座山连在一起，它们叫上毛三山。然后其实我从我的酒店在伊嘎后这边，它到那个头文字 D 的那个最著名的 car park 只有11分钟，7.5公里。然后其实你从 map 上面就可以看到，它不像我想象中的这样，我以为它好像是几个云顶或者几个金马仑这样子。我不确定整座这个群马县里面的山到底是有多少座，但是就这一个漫画里面那个你知道吗？拓海的五岭法高湾来讲。也就是这个最著名的景点，就是我现在走在的这一条，所以从这边我就可以看到路边的水沟真的是非常深。可是我现在这辆 Yaris 呢是17575 24寸的 Bridgestone Ecopia EP 150轮胎，所以我这样小的轮胎下去，应该我人也跟着下去了啦。哇 ，man！其实这个路我在 game 场里面跑过了几百次，我看有，因为大家知道你去马来西亚的 game 场那个我放卡来玩那个头文字 D 的，就是这条山路一模一样，它的那个 curve、那个街景、那个路牌等等。而有趣的是呢，在日本的山路这边，它的店会告诉你这个是这边的第几个 corners。然后它的 corners 的弧度多少度，它会写出来跟你讲，让司机有一个心理准备。对我们这种人来讲，其实多少度我们也是用凭一个感觉，我们并不会这么 specific 去说这个弯多少度。所以从这边开始就是五岭法高湾，哇，真的是很窄。哇，我现在在臭名山上面man。这个轴距250的 Yaris XP 210虽然我的轮胎不大，但是哇，Oh my god！ 它不是说这座山有多高、有多美还是怎样，它完全就是一种你知道吗？一种儿时的回忆，一种童年回忆。想当年拓海就是开着这辆岛福楼这辆送豆腐的车在这边在这边超掉这个 R32 超掉 Civic， 超掉很多车当然他用的不是原装的 engine man 人生有很多的梦想，很多的目标，他有时候不见得是豪宅豪车，有时候不见得是什么嘛，有时候就是一种体验。就像我在今年头我刚刚完成了我其中一个梦想，就是去美国看 NBA， 我也顺利到 Arizona 去看了 Phoenix Suns。那现在我Oh my god， 它的那个路很像做浪这样子把这个轮胎太小条，我要找一下那个 grip。 哇菜这边有一辆86，有一辆这个可以看，你看，我觉得是故意的，我觉得他是故意做成这样子，让你比较不会那个，你知道吗？就是好像有点 speed bump 这样子啦。不过它的 bump 不是那种会伤到你的 absorber 的这种 bump。哇，它这边是写只可以走40啦。哇，看来很经历。所谓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马来西亚的很多山脉的山路都比这个还要来得有挑战，都还要来得有，你知道吗？就是来得刺激包括我之前在瑞士、在德国、在奥地利、在意大利北部等等阿尔卑斯山脉附近的山路，都比这个还要来得辽阔，比这个还要来得壮丽壮阔。这个看起来就真的是你漫画里面看到的那个羊肠小径，非常小条。我加一个 B segment 的 Yaris 都觉得刚刚好 fit 罢了。我还看imagine我加一辆 D segment 的 Camry 来，车子到底会多么的难去操控这样子。你看我现在开这 Yaris 它是 1.5 升的3气缸引擎，但它是一个 Dynamic Force 的引擎不是马来西亚拿到的那个
所谓的DNGA platform DCVT 变速箱，不是，它是 Dynamic Force 的引擎然后如果是非 Hybrid 的，它是用 Direct Shift CVT， 但是我现在开着的这个是 Hybrid， 所以它这个是 Power Split 的 Hybrid 来的，跟市面上一般的 Sirius Parallel 不一样。所以这个是 Toyota Hybrid System 2， 我觉得它非常的好，特别是在你静止加速。它这套 Hybrid 系统相对的安静，那除了安静之外，我觉得它能够给到车子及时的动力。它有 Turbo 的感觉，不过它不会给你 Turbo lag 踩。其实我本来觉得 Yaris 这么小辆的车塞这么复杂的 Hybrid 会不会说车子没有什么空间？不会有，我刚才来4个 luggage， 1个 stroller， 2个小孩子，1个老婆，当然是1个老婆啦，我都觉得空间可以，而且操控感这个 Yaris 如果来到马来西亚真的是，它只要卖到跟Swift 140千的价钱，我相信一定会有人买它的。I mean UNW 大不会做亏钱的生意啦，我知道是几乎是没有可能啦。但是对我来讲，这辆车子它的这个这边，imagine 我加一辆86，下次，这次我带老婆孩子来不要讲 hardcore， 只是纯粹来纯粹来进行这个朝圣之旅。我现在人在大名鼎鼎的秋名山，就是头文字 D 作者以真名山作为原型来创作故事背景的这一条山路这一边。那这一次我开的就是最新的 Toyota Yaris Hybrid XP210， 那这个 Hybrid 是 TNGA-B 的 Yaris， 而不是 DNGA-B 的 Yaris 在日本是一辆相当受欢迎的车子，也是欧洲的很受欢迎的一辆车子。那这是我的一个 family trip， 因为你熟悉我的频道的朋友都知道，这是我第4个 family trip。第一次我就带了孩子还小的时候，我们去了瑞士；第二次就是去台北，然后开到台南跟这个高雄去。第3次就是在不久之前，我去了奥地利，从德国去奥地利，经过瑞士去意大利，再回去德国。那第4次呢，就是选择来日本东京，因为我觉得我的孩子我小儿子在2岁之前，我要带他能够坐多一点飞机就好。反正我们这种贪小便宜的安哥，2岁以下的小孩子坐飞机是不用给飞机票的啦，只需要给一个200多块的 tax 而已，去哪里都是这样子差不多。所以然后来到东京也是非常的 last minute 啦，因为东京现在是35、36度，属于一个炎夏。那马来西亚人，我通常不会在夏天出国旅行啦，因为你还嫌自己国家不够热咩？那来东京过后到底要做些什么 ？OK， 因为我已经来日本差不多4、5次了，一直待在东京又这么无趣，所以我就找了一件算是我人生清单里面一定要完成的。上一个刚刚完成的就是去美国看 NBA， 所以非常高兴租了这辆车子。我租2天大概马币才1035，包括保险，还没有算打油啦。可是这辆车子我拿车的时候，它油缸才36厘车吧，不过系统显示我一刹车，他讲可以走840，我不相信。然后我就从东京一路开，我开了160公里我的油表还在 full tank。然后我就看我1个 liter 能够走31.2公里。然后我也不是说特别加慢啦，我还是有拉一下、踩一下、收一下。所以虽然今天这一集算是一个日本的 travel vlog， 不过我还是要职业病介绍一下这辆 Yaris XP210， 所以它的前身是 XP130 跟 XP90， 就是马来西亚在很久以前import 过从日本 CBU 到马来西亚的那个 Yaris， 就是它的前一代这样子。所以这个车子在全世界只有3个地方能够组装这个 TNGA 的 Yaris， 日本、法国跟捷克。所以东南亚市场是不可能会大量去贩售这个车子的，因为它的技术门槛相对来的高。就如果它来到马来西亚，我觉得就算它是本地组装都好，它都要卖到120千到140千左右。所以你都知道这个价钱已经可以买到 C segment 了。这是跟整个国家我们的这个收入阶层、收入的比例，还有物价、汇率等等来做考量的。所以我自己是驾到现在为止，我是非常满意这个 Yaris。当然，马来西亚也不是说没有这款 Yaris， 我们那个叫 GR Yaris， 就是 3-door version 的，只有2个门，然后上面是 carbon fiber 的车顶，整个就是以 Rally 来打造4轮驱动。可是这一个就是一个平民版，在欧洲、在澳洲、在日本都买得到的这个 Yaris。车尾造型的话，就跟那个 GR Yaris 很像，因为他们都是同样一个车尾，只是如果你改一点 body kit 就可以以假乱真。所以这个是 hybrid 的 Yaris， 所以这边Toyota的 logo 会有蓝色的这个
点缀在这边，然后这边有这个 Hybrid Synergy Drive， 然后我的这个车子是在相模这个地方租车的。然后这个车子其实我觉得它很好看啦，就是 compared to 它还有另外一个兄弟叫 Aqua 的，还有我之前在北海道租那辆 Vitz 啊，其实也跟雅瑞斯好像，就他们有很多车型是一样的东西，可是不同的叫法，然后可能里面一点点不同，可能外面一点点不同这样子。不过这辆车子整体来讲，我觉得它还是偏 sporty， 比较年轻一点的一个 look。它是17570 R1484S， 明显的它是一个铁 rim， 好，这是 Bridgestone Ecopia EP150 轮胎，所以这个轮胎呢，它是一个为环保而开发的轮胎，它能够提升燃油效益，降低 CO2 的排放。那最重要的就是它虽然是一个省油胎，那我昨天开了200公里下来，它并不会说有很大的轮胎噪音，而且它独特的橡胶配方能够降低 rolling resistance 滚动阻力，所以能够陪我在秋名山这边去完成这个攻山拍摄的任务这样子啦。然后这个轮胎尺寸是算是相当的小，然后其实我觉得是还好啦，因为你主要知道日本这边油价贵嘛，所以这个轮胎小条，可能你牺牲掉一点点的这个驾驶乐趣，但是长期来讲，一个满缸可以走800个 km 绝对是没有问题的啦。所以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来到国外租车呢，你最有兴趣的是它有没有 Apple CarPlay？ 有。至于这个荧幕是不是 Density You don't care， 这个荧幕就跟 Malaysia version 的 RAV4 Harrier 用的是一样的2D 唱机，一样是很多 button， 然后这边2个旋钮这样子，然后一样是有这个电视机，所以电视机不是 Malaysia 才有哈，日本本土 Japan domestic market 的车子也是会有这样子的一个造型。然后值得一提的就是呢，它这个椅子啊，虽然它不是什么很贵的车，在日本啦，可是它给你这种 bucket seat 这样子的，所以它是没有 headrest 的。我很头痛，因为我本来要这边要猫 GoPro， 然后要猫那个小孩子的 iPad 的架，完全不能。我宁愿你给我那个最老牙的椅子都好过这个啦。然后它是 handbrake， 虽然它是一个 hybrid 不过它用的是 handbrake， 然后 ECVT with 这个 B mode 的 D 下面是 B， 然后椅子全部是手动的，就可以减轻重量。然后就像我前面讲的，它的平均油耗我加到现在1个 liter 能够走超过30公里。那至于质感的话，除了 fabric 之外，全部都是 hard plastic。我会 care 吗？我不会 care， 因为我现在在日本，对不对？你在日本开着这样子的车走在路上，其实你都觉得自己不是小车了。你来过日本，你就明白为什么我会这样讲啊。这辆车在日本，你不会觉得自己开这一辆小车，因为你觉得你小，还有比你更小，还有比你更小、比你更小的小车。OK， 有时你看到哇，这么车可以小到这么小这样子。So yeah， 虽然它感觉上很 low spec， 可是它居然有这个 adaptive cruise control， 30到180公里，而且 low speed follow 你跟到前面的车，它停下来会叫你点一下 brake， 如果你不要点，它才会继续走，它给你几秒钟时间来思考一下啦。所以我现在呢，我就从这边慢慢开回去我的温泉旅馆，然后再拍过，因为刚才 GoPro 有点问题呀。所以现在我就从头文字 D 山下的打卡点一路慢慢的开回去我住的旅馆，就是在这个叫 Ika Hall 的地方，就可以透过这个短短的13分钟，就给大家反正我都要走这条山路，而且我也不会开快嘛，因为我纯粹带大家来导览，它是一个旅游记事，一个 travel vlog， 一个 vlog 这样子啦。那这是我数不清是第几次来日本，不过我记得我第1次来日本是去北海道，那个时候还没有结婚是吗？我想想，还是结婚了，我忘记了。总之就是那时候在北海道，我们从这个 Sapporo 开到去 Wakkanai， 就是对面就是俄罗斯的那个地方。然后就是整个就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看雪就是在北海道。第2次就是受 Mazda 的邀请去福冈出席这个Mazda 的一个论坛，然后也试驾了 Sky Active X， 虽然后面没有来到 Malaysia 啦。然后之后就是 Aston Martin 邀请我去东京，然后还有一次是 Tokyo Motor Show， 就是 Honda 邀请我去2019年在 COVID 之前的那个时候。所以现在我们就来到了这个所谓的法家湾，还没有到 Happy 呢。就是你会在梦里来回千百遍的这种山路，
我就觉得自己好像 I mean 我相信很多人知道头文字 D 可能是周杰伦残棍黑斗满杂的那个头文字 D， 可是我自己知道头文字 D 是因为那个以前我哥哥他们有买 DVD 的嘛，就是那个真的是原汁原味的头文字 D， 而不是后来经过香港电影有一点改编的那个东西了。所以我看到的可以算是，但我不确定有没有漫画啦，我相信可能漫画又会更加的那一个。当然我头文字 D 后来我没有 follow 到很后面，我只有 follow 到后面好像加 Civic 的那个时候罢了，在之后我就没有 follow 到它。所以今天是星期四，然后现在是下午4点半，其实这边比我想象中还要来的有一点不毛之地这样子啦。它不是什么很热门景点的，因为我相信大部分来东京旅游的人，来日本旅行的人有多少个人会来做这件事情 I don't know。 知道有很多86的 gang 会来这边挑战啊，下面也可以租86什么。不过呀，like I say， 我现在带 family 来，而且这只是我 a part of 旅游里面的其中一个 chapter 这样子。呀，man。然后其实我原本几乎是不要来东京了的，因为我觉得东京很热啊，35、6度。可是来这边，当然它比我想象中的更热，不过它热的时间，哇，你看这个墩，它不是 bomb 啊，它不懂是什么来的，它就是那种，它就是那种会让你不敢开快的那一种措施。可能，它的 blind spot 真的是它很 KKB 啦 ，KKB 不是咕咕叫啊 ，KKB 是瓜拉古布巴路啊，你看。一模一样，跟 KKB 很像，路也是会裂啦，正常啦，有下雨，然后有地震带的国家来讲，可是 KKB 那个是地上会有树枝的 ，at least 这边是你会看到路上有工作人员在清理一些东西，所以你驾起来是不用担心 out of 交通以外的事情啦，树枝掉下来啦，这样对不对？哦 man。其实你实际上来这边驾它真的就是一条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山路罢了。I mean， 你 imagine 你从 Georgetown 啊，你开去这个巴列布劳啊，你走上面那条忘记叫什么了。总之就是你走山路去巴列布劳的话，比这个还要更可怕，比这个还要更能够去烧口呢啦。这个还算是相当的 soft， 相当的猫这样子了。可是呀，它的重点并不是在于来这边体验，来这边 I mean 它的重点不是在于山路本身了，它是在于这个背后的故事。因为头文字 D 呢，它就是正中了大家最喜欢的那一种 underdog 的情节，就是用一个马力更小，那我不确定那里 engine 多少马力了，我要讲的是用一个看起来不起眼的去挑战 Subaru， 去挑战 Mitsubishi Evolution， 去挑战这个 Nissan Skyline， 你只是用一辆刀斧楼的车就可以干掉人家，它是一种让人家怎么那种让小人物能够干大事的这种感觉呀，它传达了这种信息，就告诉大家不要放弃，不要放弃 ，OK， 即便你的资源再少，即便你现有的条件不够，可是只要你精益求精，只要你每一天早上你爸爸放一杯水在这边，叫你去送豆腐啊，如果水一滴漏出来，水滴一滴出来，他就会打你这样子。然后你要送豆腐，当然我知道这个是一个虚构的故事啦，它是一个漫画，不过come on 啦，什么东西不是虚构的，对不对？你看小时候我看的 Digimon Pokemon， 你看这个 ，Oh my God， 这个就是他们的 bomb 了，我知道了。你看，哇，你的 ABS 是借出来嘎叫，你的 ABS 借出来嘎叫，我这辆车算很轻了，懂吗？我看里面如果你驾，你看，不能啊，你根本上不到口呢。不能，你这辆车会飞起的那种。如果你驾大马力又重的车子，我imagine我驾一辆 EV 哈，哇，够力啊！你看，这个线叫群马线啊。我原本以为这个群马可能是某一种代名词，可是它 literally 就是群马的嘛。因为我发现它的旅游景点的很多 logo 都是放很多只马，一群马这样子，所以I mean 我kind of appreciate 啦，所以身为一个
庆幸自己身为一个马来西亚的看得懂汉字的华人，因为在这边真的非常方便。我没办法想象，如果我完全看不懂日语的汉字，我会多么辛苦的嘛？因为认很多路名啊，比如说我刚才看到一个叫什么什么带的，它只是3个日文字罢了，3个汉字罢了，但如果用英文啊拼出来啊是7、8个字节的嘛，叭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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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然后我心想，哇，如果我去认那个我会哑公的嘛，到底要怎样去记它？但好在它用汉字，你只要记2个字、3个字，你就能够记完所有的东西。OK， 所以这边就是叫长风自然公园，所以我非常欢迎大家。你要知道这个故事背景啦 ，to be honest， 如果你完全不知道头文字 D， 它对你来讲就是这么来日本还要租车哈，还要来山长水远，离东京虽然是175公里，但是你开的话也要开3个小时。如果你像我这样载孩子，半路小孩子要换尿片，妈妈要喂奶，要停 R&R 来讲，我看4个钟跑不掉。而且你来到这个地方，它有很多农场，有很多乐园，有很多这些 facility 啦。可是我相信日本很多地方都好过这边啦，你去 Osaka， 你去哪里都好。所以它纯粹真的就是一种记忆中的一种怎么讲？一种情怀，懂吗？一种情节，你觉得哇，人生已经到了我小时候看到的东西。我如果真的有 Digimon 是活的，我也是会去看那个 Digimon 的。Right， 所以我现在差不多要结束这个山路了，距离我的这个酒店还有2公里，我就要回去看老婆孩子啊，要把他们锁在房间里面。刚才其实我载着孩子、老婆跟4个 luggage， 1个 stroller 要上来这个山路了。可是孩子又哭又什么哇，不能烦躁嘞。当然我不会播出来给你们看啊，画面你知道我们童话里都是骗人的，好像我们很 chill 很深浪这样，可是实际上是很狼狈的。今天这集我就尝试用一个比较纪录片形式的方式，所以我不会有太多的 voice over， 不会讲太多话，只有刚才在介绍车跟在山路的时候才有讲一些对白这样子啦。那因为这是我第4次做 family vlog 了。第1集瑞士，第2集台湾，第3集奥地利，第4集东京。我必须坦白讲，因为真的很难拍片的。你带老婆、带孩子、带这么多 luggage， 你要顾拍，你还要顾小孩子，然后你自己累，你不是来做工的吗？你是来 holiday 对不对？那如果你来 holiday， 你又摆到一大堆 camera，what for？对不对？你到底在工作还是在什么？你出门本来应该要更加轻松的嘛，对不对？所以，当然我尽量在我能力范围里面呈现给大家看，我要给大家看的东西就是世界很大 ，OK， 不要局限于一个小小的马来西亚，多走出去看看，去外国租车，去外国坐火车，去外国坐公车，去外国做各种事情啦。因为马来西亚真的还有很多地方值得进步，我们也可以从人家身上学习到很多东西，特别是日本，特别是我们身为东方人来讲，在日本人在东方文化里面，绝对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去借鉴，值得我们去学习的。Right， so 喜欢我的影片记得分享、按赞、订阅，我是戴主义，我们下期影片见。我不怕帮奶，我当他可以帮奶，可是但是他帮奶是这样子，
我不喜欢胖。